你是否曾经觉得，在你自己的头脑的寂静中，为了在这个现代喧闹和混乱的世界中生存，唯一的出路是完全关闭你的情绪的开关？或许你环顾四周，看到如此多的软弱、歇斯底里和反应过度，并决定答案是变成一块岩石，坚不可摧且寒冷。这是一种自然的防御反应。当一切都痛时，麻醉似乎是唯一合乎逻辑的治疗方法。你开始相信力量在于感觉的缺失，将忍受痛苦的能力与无法感觉到痛苦混淆了。然而，请仔细观察，当你走这条路时会发生什么。这件你为了保护自己免受生活打击而穿上的沉重盔甲，不仅在阻挡痛苦的进入，而且正在阻挡生命本身的进入，将你隔离在一个愤世嫉俗的冷漠岛屿上，在那里什么都不生长，没有人能触及你真正的人类本质。小心，因为这里存在着对于寻求自治的人来说最危险的陷阱。你真诚地相信你正在建造一座坚不可摧的智慧堡垒，但实际上你只是在用水泥一砖一瓦地砌筑一座孤独和寂静的坟墓的墙壁。在不可动摇和麻木不仁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假的斯多葛主义者的致命错误是认为无视世界的痛苦使他优越于他。你没有正在成为一个明智的战士，你正在转变成一个功能性的机器人，在任务中高效，但内心已死。你追求的这种无敌性是脆弱的，因为它不是诞生于对人性的理解，而是诞生于对它的逃避。在试图杀死你的激情时，你冒着杀死你的人性的风险，成为不公正的被动旁观者，错误地相信冷漠是一种美德，而实际上它只是情感懦弱的精致伪装。但是如果我告诉你，真正的斯多葛主义不是灵魂的坏死，也不是情绪的死亡，而是它的至高无上的和战略性的驯化呢？今天我们要拆除这层虚假的甲壳，并用一种更强大的思维技术取而代之，那就是理性守护者的技术。我将引导你通过5个斯多葛同理心的层级，这将把你的冷漠转化为一种仁慈和外科手术室的力量，能够感知世界而不被它摧毁。如果你准备好不再做一块石头，并成为一个高性能的过滤器，这是你的转折时刻。在我们开始这次攀登之前，现在做出你的第一个承诺行动，订阅频道，以免错过这段旅程的剩余部分，并在下方评论你在哪里观看，向世界和你自己声明你已在场，并准备好重新夺回控制权。真正的斯多葛主义从来不是麻木或压抑的练习，而是一种严格的能量和专注力的管理实践，一种真正的思维技术，被设计用来在危机时期以最大效率运作。你现在需要理解的是，美德并不生活在真空中，它需要摩擦，需要与他人的接触，并且不可避免的需要直接面对他人的痛苦，而不让你自己在其中迷失。你的困境的解决方案不是隔离，而是采用正义和理性仁慈作为你的最高操作工具。想象你的头脑不是一个什么都进不来的封闭掩体，而是一个高科技的过滤系统。你允许关于世界痛苦的信息进入，以水晶般的清晰度处理这个现实，但保留情感绝望的杂质，只释放有用和干净的行动。这不是软弱，这是人类复杂性的顶峰。让我们现在为你的心理进行一次至关重要的重新构建，立即停止将你的防御性冷漠与真正的力量混淆，并开始练习我们将称之为外科手术室同理心的东西。想象一位在混乱战场中间的经验丰富的医生，如果他在看到一名受伤的士兵时崩溃流泪并发抖，他就变得无用了。但如果他纯粹出于冷漠而无视伤口，他就变成了一个疏忽的怪物。真正的斯多葛力量是在内部保持冰冷的平静，以在外部执行一个温暖和拯救的行动的能力。外科医生在手术期间不哭泣，不是因为他不关心病人的生命，正是因为他如此关心，以至于他拒绝允许他的情绪让他的手颤抖。你目前的冷漠是一种逃避，一种伪装成优越感的软弱。外科手术室同理心是直面恐惧并仍然以绝对精确度行动的勇气。为了锚定这个真理并证明这不是现代理论，让我们看看他那个时代最有权势的人，哲学家皇帝马库斯·奥勒留。他不是在一个遥远的洞穴或寂静的寺庙里隔离地写下他的沉思录，而是在泥泞的行军帐篷里，在帝国的边境被战争、
瘟疫和不断的背叛所包围。他深刻地理解道德隔离是灵魂的癌症，为自己写下了那句不朽的格言。这句格言从今天起必须指导你的生活，对蜂巢不好的东西，对蜜蜂也不可能是好的。马库斯·奥勒留知道，以自私的和平为名，切断他与人性的联系，实际上是精神自杀。他教导我们，智者必须对自己严厉、自律和简朴，但对他人无限理解和有用。如果罗马皇帝在绝对的混乱中找到了时间和心去服务蜂巢，你冷漠的借口刚刚失去了所有的有效性。走出愤世嫉俗的孤立的第一条规则是残酷的简单，但对自我来说是痛苦的。你必须毫无保留地接受，你作为一种社会动物及政治动物的生物学和哲学本质。你告诉自己的谎言，即你是一只孤独的狼，自给自足且不需要任何人，是一个与宇宙本身的结构相矛盾的谬论。斯多葛学派理解宇宙是一个单一且有凝聚力的有机体，而我们是它的组成部分，不是外部观察者。试图将自己与人性分离不是一个独立的行动，它是一个自我残害的行动，就像一根手指决定它不再需要手一样。在拒绝你与他人的连接时，你并没有提升自己超越平庸，你正在切断滋养你自己理智的补给线。这里的内部冲突是巨大的，因为现代世界给了你所有的理由去厌恶群居。人们是非理性的、忘恩负义的、喧闹的，并且经常是残酷的。你的理性头脑尖叫着，维护你平静的唯一方法是建立不可逾越的墙壁。你的保护本能告诉你去封闭，去将每一次互动视为对你平衡的潜在威胁。然而，这种排斥是毒药，不是解药。通过隔离自己以避免麻烦，你萎缩了你的美德能力，因为耐心、正义和仁慈只能在与他人的摩擦中被锻炼。一把剑不在空气中磨砺，它需要粗糙的石头来获得锋利。现在想象你的物理身体，想象你的右手厌倦了受伤或工作，突然决定宣布独立于生物体的其余部分，拒绝与手臂合作或从心脏接收血液，会发生什么？它不会变成一只自由或强壮的手，它会腐烂、坏疽并死亡，而它的死亡会毒害身体的其余部分。你就是那个肢体。当你在你傲慢的冷漠中隔离自己时，你变成了人类社会的坏死组织。马库斯·奥勒留对自己重复道：我们生来是为了合作，像脚，像手，像眼皮，像上下排的牙齿。彼此对抗是违背自然的，而无视他人的存在是对抗行动的最微妙形式。因此，这第一层的结论是接受相互依存作为力量的源泉，而不是软弱。你必须每天醒来说，今天我将与世界连接，不是为了被它污染，而是为了履行我在其中的功能。要明白，你的力量不来自于成为海洋中间的一个孤岛，而来自于成为一个广阔而坚固的大陆的一部分。在接受你在人类网络中的角色时，你停止浪费能量建造墙壁，并开始使用这种能量建造桥梁。真正的美德可以在那里通行。你不再是一个现实的逃亡者，并承担起你作为一个宇宙公民的岗位。现在你接受了你与他人的连接，我们需要校准你如何连接。这里存在着将好人变成被摧毁的神经堆的错误，同情与同理心之间的混淆。这里的规则是掌握斯多葛同理心，它是认知的和主动的，并丢弃失控的同情。它是被动的和破坏性的。社会教导说，在乎意味着感受他人完全一样的感觉，以同样的强度。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战术错误。如果你吸收每一个与你相遇的人的情绪混乱，你不是一个斯多葛主义者，你是一个饱和的情绪海绵，无法清理任何东西，因为已经溢满了别人的污垢。应用这一点的困难在于我们已经被调教去相信，如果我们不一起受苦，我们就是冷酷的。当我们看到某人哭泣时，我们的镜像本能推动我们也去哭泣。当我们看到某人生气时，我们感到生气。与这种情绪模仿做斗争需要凶猛的自制。你的头脑会试图说服你，面对他人的绝望，保持冷静是一种背叛的形式。你正在变得不人道。你需要让那个声音安静下来。真正的人性不在于复制痛苦，而在于消除它。
复制痛苦无助于受害者，只是在之前只有一个受害者的地方创造了2个受害者。思考溺水的比喻，你在一条湍急的河流边行走，看到某人正在溺水，在恐慌中挣扎，吞咽着水。同情、一起感觉会让你跳进水里，与那个人一起恐慌，在绝望中拥抱他，不可避免的，2人都会淹死。斯多葛同理心、理解并行动是保持双脚稳固的植根于干燥的岸边，寻找一条绳子或一根强壮的树枝，并以只有战略性距离才允许的稳定性将那个人拉出来的行动。谁救了命？那个保持干燥和稳固的人。为了拯救在混乱中溺水的人，你不能成为混乱的一部分。这一层的实际结果是从情绪浩劫中解放出来，你学会倾听问题，目睹痛苦和看到不公正，而不让这劫持你的内心平静。你成为对他人的安全港，正是因为你不随着他们的风暴一起摇摆。在应用理解痛苦与成为痛苦之间的区别时，你获得了提供最有价值的帮助的能力，一个清晰、逻辑和准备好解决问题的头脑，而其他所有人均被感情瘫痪。你表面的冷漠实际上是你能提供的爱和效用的最大证明。上升到第3层，我们发现一个积极的心理练习，以此有意地扩展你的仁慈。希罗克勒斯的圆圈规则是打破将你所有的注意力拉向你自己的肚脐的自我中心主义的重力。大多数人生活在尽可能最小的圆圈里被困住，我和我的痛苦。斯多葛主义者训练头脑将这个圆圈的边界向外推，逐步包含家庭、朋友、邻居、同胞，最终是人类。这不是一种模糊的普遍的爱的感觉，这是一个想象力和意志的练习。在这里，你以对待亲戚的基本关怀对待陌生人。这里的冲突是部落主义的生物学懒惰。我们的大脑进化为关心一小群人，并将其他人视为其他人、竞争对手或无关紧要的人，看着公交车司机、超市收银员或令人讨厌的同事并思考。这也是一个理性的存在，神性的一个碎片，就像我的兄弟一样。这是不舒服的，并需要精神努力。你的头脑会抵抗，想要节省能量并回到自私的舒适中。你会觉得扩展这个圆圈是浪费时间，没有人会为你做这件事。但斯多葛主义不是一种商业交换，它是一种个人卓越的义务。现在想象你的意识是漆黑夜晚中的一座灯塔。对大多数人来说，灯塔指向下方，只照亮自己的脚。他们行走时只看到他们的鞋子，并在所有1米远的东西上绊倒。希罗克勒斯的练习是抬起头并调整镜头的焦点，以照亮数公里的半径。突然间，你不只看到你自己，而是看到完整的风景，看到其他人在哪里行走，看到包围社区的危险。在你的头脑中将陌生人带入家人的圆圈时，你不再看到潜在的敌人，而是看到旅途的同伴，就像你一样，他们只是在试图不跌入黑暗中。这一点的结论是一种深刻的归属感和恐惧的减少。当你练习将他人带入你的关怀圆圈时，世界显得不那么敌对。你停止防御性的行走，等待攻击，并开始以守护者的姿态行走。你的力量倍增，因为你的担忧不再是吝啬和渺小的，它变得宽宏大量。你成为一个灵魂伟大的男人或女人，其精神足够广阔，以容纳他人的错误和痛苦，而不感到被他们威胁。我们到达了冷漠显露为恶习的关键点——正义。斯多葛规则很明确，不公正不仅仅是作恶，也是看着恶行被实施，而在有能力行动时什么都不做。许多人使用不是我的问题的概念作为斯多葛盾牌，错误地引用我们不控制他人的行动的想法。正确，你不控制暴君、侵略者或不诚实的人，但你绝对控制你面对他们的反应。面对不公正时的沉默，当可以说话时，不是斯多葛主义，是懦弱的共谋。这个阶段的内部冲突是对后果的恐惧、干预、说真话、保卫无法自卫的人，这一切都带来风险，暴露、被嘲笑、经济或社会损失的风险。你的杏仁核会尖叫，保持安静，生存，不要卷入。这是平庸的自我保护的声音，试图破坏你的正直。
假的斯多葛主义者服从这种恐惧，并称之为管好自己。真正的斯多葛主义者感到恐惧，但仍然行动，因为他理解他的灵魂的正直比他的身体的舒适或他的名声的安全更有价值。这里的比喻是杂质过滤器的比喻。想象社会是一条流向未来的河流，如果我们所有人都只是底部光滑的石头，污垢、不公正、腐败、残酷就会从我们要上方流过，并继续向前，毒害下游饮水的人。理性守护者作为安装在这条河床上的过滤器行动，它不阻挡水生命，但它拦截碎片。当一个不公正撞击你时，它必须在你这里停止。你不传递它，不无视它，你面对它，并用正确的行动溶解它。如果有人粗鲁，你不回以粗鲁，你回以坚定的纠正。如果看到欺诈，你不转过脸，你指出光亮。采用正义作为义务的结论是获得不可动摇的自尊。没有什么比记得在应该勇敢时却懦弱更能摧毁一个人对自己的信心了。在决定道德冷漠不是一个选项时，你带着良心安宁入睡，因为你知道你是世界上的一股善的力量。你不再是社会道德衰退的旁观者，并成为纠正的积极代理人。你的存在开始赢得尊重，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其他人确定，在你的监视下，正确的事将被捍卫。斯多葛同理心的最后一层是最精致和最稀有的沉默的行动。规则是帮助、服务和有用，而不需要对认可、掌声或外部验证的恶性需求。我们生活在表演性利他主义的时代，每一个善行都需要被拍摄、发布，并在社交网络上被标记。斯多葛主义者拒绝这种戏剧，对他来说，美德本身就是回报。如果你需要其他人看到你是好的，那么你不是好的，你只是虚荣的。真正的理性仁慈是那些发生在阴影中的，除了你和你自己的良心，没有人看见。这里的困难是与人类固有的自恋做斗争。我们要奖章、表扬、非常感谢。当我们为了共同利益做某事而没有人注意，或者更糟，当我们仍然被批评时，冲动是感到怨恨，我牺牲了自己而没有人重视。这种想法是你的行动不纯粹的证明，它是一次交易，你在用帮助的货币购买认可。理性守护者杀死这种对掌声的需求，他理解树结果实是因为结果实是他的本性，不是为了让路人可以为他鼓掌。思考一座大教堂或一座摩天大楼的结构，什么支撑着一切？地基。它们被深埋在地下，在黑暗中承受着成吨的重量，日夜不停，从未见过阳光，从未被欣赏立面的游客看见。如果地基决定他们想要露面，建筑就会倒塌。你必须是你社区、你家庭的地基，你承受重量，解决问题，吸收冲击，经常是在没有人知道你付出了多少代价的情况下。这种隐形不是羞辱，它是所有之中最重要的结构功能。在掌握沉默的行动时，你达到了自由的顶点。你不再是他人意见的奴隶，因为你不需要他来知道你的价值。你提供帮助，因为那是理性的做法，因为那是一个成熟人类的功能。而矛盾的是，正是这种沉默的力量，这种毫无怨言且不炫耀的通过负担的能力，使你在任何房间里成为最有磁性和最值得信赖的人。你终于成为了理性守护者，在思想上不可动摇，但在行动上无限有用。我们走过了一条漫长的道路，从冷漠的幻想直到理性仁慈的现实。现在你以不可否认的清晰度理解，真正的斯多葛主义者不是一尊大理石雕像，静止且没有生命，而是一个精神的战士，深深地致力于包围他的现实。感受世界的痛苦而不面对它崩溃，不是一种诅咒，这是对你品格的最高测试和你美德的最终证明。在拒绝愤世嫉俗的冷漠的简单道路时，你选择了踏上理性守护者的高尚道路。你不再躲避混乱，你决定面对它，组织它，并用医生的外科手术室精确度和哲学家的韧性灵魂治愈它。永远记住，这种转变不是一次单一的事件，而是每天和故意的选择，去服务风潮，而从未失去对你自己的主权。到了用一个具体的意志行动来封印这种理解的时刻了。
因为没有承诺的哲学只是致力娱乐，而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建设，不是为了分心。如果你有勇气吸收这个真理，并决心成为支撑的地基，而不是无视的石头，我召唤你现在留下你的公开印记，不要只做一个被动的旁观者，积极参与你自己的进化。留下你的点赞，作为对古人智慧的尊重的信号，并在评论中写下将定义你面对生活的新姿态的咒语。为了有用，我将变得坚强。愿这句公开刻下的话语作为心理锚点，在压力和需求的时刻提醒你，你的力量存在不是为了将你隔离在象牙塔里，而是为了使你有能力在现实世界中行动。最后，如果你是属于那少数一直与我走到这最后一秒的精选人群，而大众在途中分心了，证明你的纪律和你的专注能力。在你的评论中加上这句话，我留到了最后。这不为了算法，这是为了你自己，承认自己是拥有在这个肤浅的世界中领导所需的注意力和对深度的渴望的精英的一员。如果你认识某人，一个朋友，一个兄弟，一个同事，正在愤世嫉俗中溺水，或在沉默中受苦，与他分享这份宣言。不要只为你自己保留治愈，现在就练习希罗克勒斯的圆圈，并将绳子扔给需要的人，成为你城堡和你社区的守护者。我们在下一个反思中见。